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20，收盘价是334.0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37.58，最低价是在316.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俯值是达到了2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3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继续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的转变在继续增强。实际上，目前特斯拉股价已经建立了短期的多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在前高，也就是在322附近震荡。那么在午盘之后呢，股价突然被拉升，然后上方是在340附近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是在334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包括较之前的交易日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说明当日股价是出现了补量上攻，那也说明当日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那么日后股价如果不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316，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上行的走势呢，继续上攻。对，好，但是呢，我们要警惕当日的这根 K 线它含有上影线，并且有大的成交量，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在上涨到高位会有多头出场，所以在次日我们要警惕股价会出现回档。那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股价回档比如说有卖压出现，那只要有多头力量的继续进入，那么股价不低于317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09附近。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攻，收盘价会在325附近。而实际在5月13日收盘价是在334.07，那股价是出现了补量上攻。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的发生的上涨，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但是呢，走势和性质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股价最低呢，我们会看到我们之前给的观察位是在318附近，也就是这根吊人线的实体的下沿。那么股价呢，正好是在它的附近遇到了支撑，而出现了反转向上，也就是出现了补量的上攻。但是我们并没有预测到股价能够到达340附近。对，好，那么目前股价是出现了补量上攻，因此我们先来看
上行。对于5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目前啊，股价是站上了这根吊人线的最高，也就是322这个位置，那也就是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这样一来呢，第一个目标已经被突破，因此对于接下来的交易日和之后的交易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会把它定义在目前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338这个位置。那么为什么定在这个位置呢？目前我们会看到下方是自4月7日以来，上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呢，经过回档，在5月9日已经出现了新高。那么也就是现在股价一直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啊，目前上方再次出现头高，所以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已经被再次确认。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啊，就是要出现新高，然后去出现新高之后，再次就是说去坚守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所以对于5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是338。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实际上我们认为，如果股价出现了低开盘，那么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就是334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压力。但是如果股价出现了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那么这个地方反而会成为一个支撑。对，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目标，站上它就是要再次出现头高。好，那么第二个目标呢，依然是367。367仅仅是之前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头部，其实它仅仅是压力位。那么第三个目标呢是420，这也是压力位。那继续延伸呢，我们会看到440还有一个，然后呢在465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所以说呢，股价上行对于接下来的交易日前高将是股价要突破的目标。好，我们依次来说一下目前上行的三个目标，分别为338、367，然后是420。那么我们继续再补充说明，之前我们在股价在这个地方横盘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如果在这个地方打底成功，那么这一波涨幅股价将会到达360附近。对，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越来越接近这个地方。那我们要这个就是说要警惕股价会有回档的走势。好，那这个观点呢，我们是依然成立的。好，这是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71。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我们会看到支撑位还是挺多的。除了各条均线值之外，还有2个缺口。同时呢，我们要看有2个位置，一个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317，这根 K 线是带有大的成交量的，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同时5月9日这根 K 线，它是这个横盘区域上涨突破的这根 K 线，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因此它的最低是在290。那么这2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还有就是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5月14日我们测算会到达279附近，在这个位置。对，好，因为多头趋势被建立之后
股价回档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将会有可能会被瓦解。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好，那么第一个目标271之后，第二个目标是221，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14。目前214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目前的底，对，因为这个位置呢是股价建立多头的一根齐涨的 K 线，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在318附近。那股价在5月13日盘中碰巧是一直都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5月14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334这个位置，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地方？因为当日的这根 K 线含有上影线，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没有多头力量继续的进入，股价一旦出现低开低走尤其是低开盘，然后股价如果反弹到334而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或者说是至少会出现一个横盘，对，那么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攻的表现，对。同时我们测算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碰巧是在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317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们认为股价目前如果继续出现上攻下方的这个均线值还是能够快速跟进的。对，所以说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334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那么我们最后一次加仓呢是在5月12日的盘前，是在322这个地方加仓的。那么这25%的多头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79.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到了5月13日，股价是继续出现了上涨，收盘价在334.07这个位置。那么当然这个仓位没有被停利出场，也不会被止损出场。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继续加仓5%。那这样一来，我们的仓位将会达到30%。那这30%的多头仓位的成本价呢是在288.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好，那么对于这个多头仓位呢对于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我们可以把它放在316这个位置，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对，也就是跌破这个位置可以停利出场。然后我们再给出止损位，止损位我们守20日均线值，在5月14日将会到达279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补充说明一下，虽然当日的这根 K 线抱有大的成交量并且含有上影线，有可能在次日股价会出现回档，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对于多头来说，它具备加仓的指标，一个是出现了补量上攻，然后抱有大的成交量，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同时它还突破了一个压力位，就是330这个位置。对，并且呢这个上影线不是说出现的那种这个
长上影线。对，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对于多头来说，我们是具备加仓能力的。对，因为我们的成本价是在加仓之后，我们在288附近，所以呢，我们是有获利的空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多头，我们认为应该是在技术上应该是坚定的加仓。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337、338前高到其实就是一直到367。那么尤其股价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继续上行，我们认为在350整数关口和360附近会遇到极强的压力。好，那么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跌破317，因为跌破这根带量的补量上攻的 K 线，那么股价也就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才会有进入到深度的，或者说进入到回档的走势。对，所以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317。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338，第二个压力位是350，第三个压力位是367，第四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380。380呢，我们取的是2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它也是一个小的头部。好，然后呢，继续向上呢，我们取398或者叫400关口这个位置，正好是在这个缺口的中线附近。好，这是上方的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317。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11到316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是309，我们取的是这个缺口的中线。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95到298之间。对，我们也可以把300关口也包括在内。好，那第五个支撑呢，就是5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90。好，支撑我们先给出这5个，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个极强的支撑是20日均线值，是在279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5月14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股价开盘和在盘中的走势。我们先来说上行，继续上行，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30，上方最高会到达35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45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3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34，下方最低会到达32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24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3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